中德两国首脑电话会晤，新闻背后透露出了什么样的机遇和隐忧？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9月10号这一天呢，是连续出了几件大事儿。先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电话会晤1个半小时啊，不管以后中美之间的关系能够取得什么样的实质发展，这个会谈有什么真正的成果吧？至少从中国的国家媒体上看到的是一片强调中美关系重要性、搞好关系必要性的论述。然后同一天，中国跟德国两国领导人又进行了一轮电话会晤。和中美领导人之间的会谈相比，这一轮会谈氛围要好很多。比如说，中方提到了中德之间关系发展顺利，各领域合作在疫情形势下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中德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注重合作共赢，推动优势互补。最后才说了一下还是有分歧，而且呢，分歧还是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为主，希望德方推动欧盟坚持正确的对华政策，客观看待差异，理性处理分歧，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而中美之间谈的时候呢，中方是先批评了美国，然后再说有些领域还可以考虑合作。可以看得出来啊，前一段时间默克尔在很多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中国是非常认可的。德国这样的老欧洲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呢，通常也是比较善于平衡，不太容易走极端。能够让这些国家发挥更多的作用，也是有利于中国和欧盟之间把关系走得更顺一些。当然了，我们没有办法指望德国跟中国能够保持一个非常高度的一致，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只要能够做到求同存异、相互靠拢，也是非常可贵的。特别是中美关系现在不算好啊，而且过去一段时间里边，美国拉着欧洲一起在人权等方面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化解一下中国跟欧洲的分歧，避免硬性冲突，造成美欧在更多问题上相互抱团一起反华，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一点上，德国过去1年中的表现对稳定中欧关系还是贡献明显的。所以继续保持稳定中德关系，借助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帮我们减少阻力，对我们来讲就是机遇。至于说隐忧呢，也必须重视。这次中方提出来希望德国推动欧盟坚持正确对华政策，本身也说明欧洲政治舆论中整体性的发展方向对我们不太友好。否则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个话题作为重点单独的拿出来。当然了，德国也不是我们唯一重视的欧洲国家，未来不排除还会和法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领导人分别进行这样的会谈。和主要的国家都谈好之后，中欧关系的缓和就是有可能实现的。也就只有实现了中欧关系进一步缓和，才能够对美国进行有效的制衡。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需要经贸、文化，特别是民间交流方面共同努力，放大共同利益，才能够管控分歧。这就必须要理性处理，因为我们跟德国这样的国家不是没有分歧，有些领域分歧还挺明显。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如何通过理性的手段，防止分歧从一个领域扩散到全面领域，防止认识上的差异变成从官方到民间的整体对立。如果那样的话，就会让美国渔翁得利。所以外交不是比谁的嗓门大，谁喊得凶。说到底呀，外交的工作就是尽可能的要让自己不会陷入孤立。好，关于中德领导人的这一轮电话会谈，我们呢今天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